中国银行体系正在断线。这次不是中小银行，而是国有大行，流动性危机正在一步步逼近。6月，中国银行业将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暴雷考，4.2万亿可转让存单 NCDs 集中到期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个数字有多恐怖？相当于全国1年教育支出的 1.5 倍，比阿根廷2024年全年 GDP 还多。与此同时，因为降息潮的袭来，银行存款蚂蚁搬家正在全国范围内上演。一边是巨额债务要还，一边是存款如山洪般涌出，中国银行系统正站在资金链断裂的悬崖边上。我们正在目睹一场货币系统的定时炸弹滴答滴答作响。根据中金公司、彭博等数据，中国银行在6月面临约 4.2 万亿的同业存单集中到期。NCD Negotiable Certificate of Deposit 是一种银行之间拆借用的短期债务工具，被称为银行流动性的生命线。问题是，这条生命线正在崩断。在央行一轮又一轮降息加降准组合拳下，银行拦储越来越难。活期利率已经跌至 0.2%， 定期利率也频频逼近一字头。5月20日，6大国有银行同时宣布再降存款利率，1年期定存首次跌破 1%。结果是什么？用一位投资者的话说，就是现在把钱放银行，就像往无底洞里扔石头，连响声都听不见。据 Wind 数据显示，2024年4月单月就有 3.9 万亿存款从银行体系中消失，创下历史最高纪录。多位分析师预计，6月存款流出规模或再次突破4万亿。也就是说，银行一边要还 4.2 万亿 NCD， 一边又面临数万亿的存款流失，两头堵死。眼看形势不妙，中国人民银行在5月提前出手，降准 0.25 个百分点，为银行释放超 1.2 万亿资金，通过 MLF 投放中期流动性1万亿，静默注入短期流动性约6000亿。但这仍无法缓解市场的恐慌。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、农业银行等大项级银行5月末发行的1年期 NCD 利率全部出现上升，这意味着市场不相信央妈能稳住，他们认为风险依然在加剧。数据显示，工行在5月28日发行的1年期 NCD 利率为 1.7%， 比5月19日的 1.64% 上涨了6个基点。同样，建行、农行、中行的同类存单利率也在短短1周内同步上涨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这种上涨对银行来说是致命的，因为银行的基本逻辑是低利息储、高息放贷，而现在他们不但息不到储，还要用更高的成本去维持呼吸，这就是流动性危机的典型表现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就在6月1日，全国多家国有大行悄然叫停高息高返购车分期业务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简单说就是，银行原本靠返佣补贴加高息贷款来做车贷生意，现在突然不玩了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只要返佣高于 3%， 即被判为高返，一律叫停。一个关键问题，为什么银行要这么做？因为他们已经没钱了。根据银保监会数据，2024年银行通过车贷业务流出的佣金达到840亿元，而同期车贷回报率却在下降。这种赔本赚吆喝的生意，国有大行终于扛不住。当银行连返佣都掏不出时，背后隐藏的危机比我们想象的更深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存款外流没关系，只是从银行转到了理财吗？钱还是在体系内。错了，这不是资金转移，这是信心崩塌。根据央行2024年第4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，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比例下降至 61.4%， 比上季大降 2.6 个百分点，而倾向于投资的比例上涨至 13.6%，
一个关键的变化是，这 13.6% 投资者不是去股市了，而是去了非银渠道，比如保险、黄金、境外资产，甚至比特币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已经不相信银行。2024年，全国已有超50家中小银行出现过取款限额或系统维护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普通人不再愿意把钱存在银行，而是转头看得见的保值工具。这场存款逃离潮已经从中小银行蔓延到国有大行。众所周知，同业存单利率是银行对自身信用的投票。当这项指标出现异常上升，意味着圈内人都不看好你的还债能力。5月16日至5月28日，仅仅12天内，工行1年期 NCD 利率从 1.64% 升至 1.70%， 建行1年期 NCD 利率同样升至 1.70%， 农行、中行、交行等均出现5个基点以上的同步上升。这些银行是金字招牌啊！在过去几十年，从未出现这么短时间的利率集体上行。而利率上涨的直接后果就是银行负债成本上升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借钱要的利息高了，而赚的钱却越来越少，最终只能亏本运营。这就如同一个公司收入下降，成本上升，市场信心崩盘，下一步就是暴雷。更可怕的还在后面。很多人至今还相信央行一定会救银行。是的，央妈当然会救，但救得了吗？2024年全年中国 GDP 增速仅为 4.5%， 而 M2 货币供应量却增长了 8.3%。货币在加速印，但钱根本流不进实体经济，而是困在了银行之间互相借贷的虚空中。这正是现在的中国，一边是资金泛滥，一边是企业倒闭潮和银行挤兑风险并存。没人知道这个脆弱系统还能撑多久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6月这场流动性风暴不只是一次金融考验，而是一场从银行到家庭的系统性危机。它正在悄悄打开中国经济的潘多拉魔盒。在大多数普通人眼中，中国的国有大银行是最稳的，是国家的银行，是躺着赚钱的巨无霸。然而如今，就连他们也扛不住了。2025年5月，一则业内爆料震惊了金融圈，某国有大行下发紧急通知，全面叫停购车分期高息高返模式。理由很简单，钱不够了。什么叫高息高返？就是银行为了冲量，不惜通过 3% 以上的返佣来吸引汽车分期客户。而这类业务是银行最稳定、最赚钱的消费金融资产之一。如今主动叫停，不是监管约束，而是自身流动性吃紧的真实写照。不仅如此，另有爆料称，某大行内部正在紧急审查大量信用卡提额业务，尤其是高额度、高风险客群，或将面临全面限额。背后逻辑也很清楚，银行已经没钱输血给消费端了。当前银行正在大规模缩减非刚性负债项目，例如部分结构性存款、净值型理财，甚至某些中短期信托合作产品。部分地区已暂停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新增授信。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，不是企业不想贷，是银行不想放。连国家队都没余粮了，民营金融机构的处境更不用说。中国正在走进一个金融紧缩死循环。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个看似复杂但本质很简单的循环。经济下行导致银行坏账上升，为了刺激经济，央行降息导致银行利差压缩，利润下降。银行下调存款利率，导致储户不愿意存钱，开始蚂蚁搬家。存款流失，银行缺钱，开始发高息同业存单。融资成本上升，负债压力更大，银行进一步压缩对外信贷。企业融资更难，投资下滑，经济进一步下行。这就是典型的金融紧缩死循环。
而这个死循环一旦被打通，中国的整个金融系统将陷入一种自我压缩式萎缩。2024年全年，中国银行业利润总额为 2.36 万亿元，同比下降 6.3%。国有大行如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建设银行等的利润增长也几乎全部停止。如果说以前银行还能靠放贷赚钱，靠息差吃饭，那么在当前存款难揽、贷款难放的双重挤压下，中国银行系统正在被动瘦身。你以为瘦身是健康？错了，是因为饿得没得吃。储户的钱去哪儿了？让我们回到一个基本问题：中国人不是存钱大国吗？怎么突然银行缺钱了？答案是钱都去了表外。第一，去买了理财。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，全国银行理财产品规模约为 29.5 万亿元，比2024年同期增长超过 8%。但这些理财产品并不是银行自身的负债，而是资产管理计划，并不算作存款。第二，去了保险。据银保监会数据，2025年一季度，全国寿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14.7%， 达到 1.3 万亿元。尤其在当前保险预定利率调整窗口期，不少储户蜂拥而入，希望锁定更高收益。第三，去了基金市场。2024年第4季度以来，开放式基金申购总量同比增长 12%， 尤其是货币型基金、债券基金受欢迎程度激增。这些钱在宏观上依然在系统里，但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是跑了的。央行一边降息，一边又要应对银行失血，你能理解这种自相矛盾的尴尬吗？如果说6月的 4.2 万亿 NCD 是个预警，那更深层的金融危机可能在年底或者明年爆发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银行业隐藏着一颗慢性炸弹——非标资产和影子银行。2024年年底前，将有超过6万亿元非标资产集中到期，而这类资产多数为非公开的企业融资、信托贷款或地方平台债务，一旦无法兑付，就可能出现穿透式信用风险传导。再看地方债务，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3月末，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39.6 万亿元，隐性债务估计在60万亿元以上。而银行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，无非是两种，要么是借钱给政府，要么是借钱给政府的人。一旦地方财政陷入困境，实际上已经陷入，银行就会面临大面积的资产减值。届时，银行不是没钱贷，而是不敢贷。你可能会问，这种金融系统的问题离中国普通人远不远？其实非常近。你的存款利率变低，你的理财收益下滑，你的信用卡额度减少，你的房贷利息虽然看起来在降，但银行随时可能告诉你，对不起，提前还贷要排队。最可怕的不是没钱，而是钱不动了。当银行躺不赢，存款拦不住，放贷赶不得，信贷断供的时候，整个经济就会像一台断油的汽车，轰鸣着抖动着，最终停在半路上。而你就是那台车上的乘客，没有谁能逃脱。这不是一次暂时性的市场波动，而是一场全面爆发前的前奏。别再相信稳增长、高质量发展这种漂亮话了，看看数据，看看现实，看看自己钱包的厚度，中国银行体系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流动性震荡。你不知道下一次排队取钱排不出来，会不会就是你那家银行？你不知道下一家高息理财暴雷的会不会是你刚刚买的那个产品？你更不知道这个系统还能坚持多久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中国金融系统的春天正在凛冬中死去，而你可能还在为一个年化 3% 的理财产品而犹豫不决。别犹豫了，先保命。